Hello， 宝贝们，这一节课的话，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，如何去取珠光的颜色啊？珠光的颜色的话，首先我们要了解的一点就是珠光色它可以用来干嘛？它可以用来铺底，它可以用来去做一些氛围感的渲染，它同时也可以做线条，对吧？线条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在彩绘当中啊，比如说你看像这一款。这款的话，我们这个上面画了一个水彩的飘带，在飘带之间，我们用珠光色的金色给它去描绘了这样的细细的小线条，那它是可以达到的。那么在背景色的颜色当中，它有这样的细腻的反光，看到吗？有发着金色，也有发着粉色的这样的小感觉啊，就是隐隐约约的反光效果。这种的话就是用水彩去添加的。如果我们是用到这种人鱼粉啦、仙女粉啦，它的光泽感只会更强。只有这种隐隐约约的、很含蓄的啊，同时不影响我的底色的，不影响它的透明度的这种效果的话，才是用珠光水彩去达到的。那么珠光水彩的话，首先啊，它的取色方法。首先来说，它操作方法啊，和我们的实色盘啊，晕染色盘都是一样的。那它取色的方式会微微有一点不同。首先说第一点，取水量啊，这些宝贝们可以记一下啊，我这个就不额外去写笔记了哈。我们首先来说第一点，它的取水量就要稍微多一点啊，可能是一次性的多量去沾水，也可能是重复性的。每一次少量去沾水，然后多次去取水去调颜色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我们看中了哪一个颜色的情况下啊，咱就比如说这个头一个吧，这个蓝色啊，我第一次在笔上的一个取水量，我就可以是完全浸饱了水分的一个状态啊。看它的笔毛有变粗，正常我们如果是没有沾取任何水分的这支笔，它的粗细程度是这样的，看到吗？完全浸饱之后的话，这支笔会像胀开一样啊。就是胀度了啊，这个感觉。然后你要是锤的时间过久的话，它没准还会有水滴滴落下来啊。就这样一个完全浸饱了水分的状态，大概是已经就是没到根儿了啊，3/4、4/5啊这样取水量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一个珠光上面去啊，然后我们去给它揉一揉，揉一揉。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大量的需要这个颜色，那你可能这一滴水甚至于还不够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说笔尖1/2再来蘸一下啊，再一次滴落到这个上面，再一次去揉啊，这样这个颜色就可以被揉出来了。我们也可以是先放到旁边这个调色盘当中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啊，看一下它的颜色够不够实，珠光够不够密啊。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呢，跟我们的实色盘是有一点是不一样的，什么？珠光颜色它不可以调色啊，它不要调色，调了之后的话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给到大家这个，首先的话这种颜色它足够去用了，深色和浅色它们调在一起的话，因为它那个光泽感呀，还有它颜色的色彩偏向啊，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有的颜色是透一点的，就是小珠光；有的颜色的话是重一点，就是它的金色的质感，对吧？你给它揉到一起的话，它就没有这个亮了，又没有这个透了啊。所以它不要互相去调色啊。什么样的偏光咱都已经有了，最基本的就是蓝的、绿的、紫的、粉的，然后金色的啊。还有这种金色我们有区分开来啊，为什么没放银色？银色的话是不太常用的啊，我们可以放这种银白色的啊，这种偏白光的啊，这一点就不带多说啊，我们直接教一下大家。那这个颜色的话，假如咱们已经揉出来了，揉到旁边这个位置上了，咱们需要控制的就是我们珠光上面的一个密度啊，也就是珠光在笔毛当中它的细闪的量越多，它出来的感觉越浓啊。那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完全给它蘸到这种状态了，假如说啊给它取出来，你可以看到，假如说我已经取到什么程度了，这个地方它已经变成颗粒了，这个就说明我们取的量有点过大了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本来刚才那个状态刚刚好，但你觉得好像不够，又揉了一会儿，这个时候它的颜料已经吃得很干了，水分都渗透到底下去了，只剩下表面一丢丢的水分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取的话，它的颜料就有点蘸不上来了，并且太干啊。太干的话，你在指甲上面我们就容易什么结块儿，看一下，看起来了，就没有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能做出来，明明就刚才那个状态就刚刚好，刚才那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我重新来给大家取一下啊。
就是你看它刚才这一下，它里面取出来量是非常大的，没有必要去取这么浓的。所以的话，我们揉的时间是要长一点，但是多长我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。如果是取到这种状态，那你只能再往里面再加水了啊，再加个1/2的取水量，再把它揉一揉，揉一揉，哎，这个状态刚刚好啊，有点黏糊糊的，就像是那个我们去熬那个粥的时候，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米粥的那个状态啊。你看啊，看这个时候，它这个时候的话呈现出来的效果，它的颜色可以挪动，然后会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可以有一点点流动的感觉啊。然后这个状态下，我们假如说是把笔抬起来的情况下啊，它还可以去勾细细的、贼细的线条。看这个状态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假如换成金色啊，洗一下笔。浸满了水啊，这个去蘸这个金。有的时候啊，宝贝们，咱们这个颜料的吃水量它比较大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就吃水的，它这个是渗进去是非常快的。我们只需要来一块之后，然后直接在边缘这样轻轻揉几下，它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一定不要揉太久，否则你会出现像我刚才那个状态啊，完全那个水就渗进去了，然后取出来的那个颜料就干了啊，就干巴了啊，这个状态啊。你看笔尖完全都浸入到里面了，然后你看这个时候呈现出来的金色就非常浓，而且有流动感啊。然后笔尖轻轻的啊，就笔尖这几根毛给它拖拽一点点细细的，这种金色啊，而且像这种的话它没有颗粒感。是这样的一个，当我们想大面积去上色的话，也是这个量啊。然后我们再去画的时候，它跟那个实测盘稍微有点啥不一样呢？你要带动着这个珠光去走啊，带动着这个珠光它的这个方向啊。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哪个方向不小心被你这样擦掉了、蹭掉了，它颜色就会变得有点透透的、浅浅的了。你就再用笔尖这样去点着它啊，点着它。是让它呈现出这个感觉的。假如说你嫌它这个颜色有点太密了，那你就按照我刚才那个方法嘛，对吧？珠光有点太密了，吸走一部分，用笔腹的位置吸走一部分，然后再用笔尖这样晃动着给它上一上，它就会变成有点渐变色的效果了啊。珠光的渐变色就是非常好操作的，它不会像我们实色那个和晕染色取那个渐变色那么复杂啊。来，我把这个给擦掉。然后重新点一下水，我们就以这个金色举例啊，因为它取出来的这个颜料是比较明显的，能看得清啊。我们假如说要这个时候取渐变色怎么办？其实跟刚才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水量和揉的方法啊，揉的稍微密一点点，然后你画在边缘这个地方。假如说我想让它是渐变的效果，你就直接横向的这样扫2下，一边扫一边轻轻给它往下拖拽。揉那个珠光色的时候，下笔一定是轻的啊，它跟我们用实色的时候完全把笔压开这个状态它是不一样的。珠光色你完全压开的话，它里面会有这样的效果，不用完全去压开啊，就是特别轻柔的这样给它往下啊，笔尖一点点这样往下去带一带，蹭一蹭，刮一刮。多余的位置的话，用笔毛其他的部分啊，稍微揉一揉，你看它呈现出来就是渐变的过渡的效果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假如说这个颜色我觉得有点深，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一般在作为晕染呀，或者说做一个小星空啊，做一个背景色，上面想让它有一点点环境色啊，这个时候就是里面的珠光，你看这个是我在直播间里面有做的啊，就是让它上面的小珠光是那种细细的。很细腻，然后隐隐发光的效果。在做这个款式的时候也是啊，背景是这种感觉的。那这种的话，我们的水量肯定是不能这么大，水量太大的话，它会影响我的底色，容易洗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稍微蹭上去一点点就可以啊。那其实非常简单，还是同样的控水量，同样的这个方式，只不过啊，我们把它先不要蘸到那个表面上啊，在这个调色盘当中，你去压一下。先把这个珠光先给它揉出来啊，笔尖去蘸的颜色吧，对吧？那我们把笔尖的这一点这个珠光，咱们给它揉到调色盘当中去。揉出来之后怎么样呢？把整个笔给它躺平，完全压到这个调色盘上面，躺平压到上面，压到上面之后，然后再去蘸
啊，这样拍一拍的这个动作啊，就到甲面上去拍。拍完之后，这个时候你再到我们的这个指甲上来蹭啊，看到吗？蹭出来的就是非常松散，哎，蹭出来的就是非常松散的一个，而且很细腻，颜色又没有这么重啊，没有这么颜色这么实，它就是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小金光啊，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啊，这样刮一刮，蹭一蹭，而且这个时候笔上的水分啊，可能会问为什么就少了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就是珠光水彩的一个吃水性啊，它吃水能力会很强，所以我们在把它整个压进到笔毛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的水分就会被稀释掉一部分，然后的话呢，又会把它的这个珠光很均匀、很密集的粘到我们的笔毛上。这个时候你再到甲面上去绘画的时候，它就是比较松散的，它的珠光就没有这么密了啊。然后我们把它擦掉啊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，我们直接啊，就是干净完全干净的笔哈，就是少量的蘸一点点水，然后我少量的去揉一点点颜色，可不可以呢？也行啊，但是这种方法的话，就是你揉出来那个珠光吧，它不密，它画不了多大的面积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就回归我刚才那种方法，就这种方法，不管你做渐变色、画线条、画那个啥啊，都可以。就你要画线条的情况下啊，假如说我不想做那种啥，我就是想去像画这个款式里面就是这样去取一点线条，我觉得刚才那个含水量实在有点多，那这个怎么办啊？非常简单，你取色的时候还是这些水啊。取色的时候还是这些水啊，1到2滴，稍微揉一揉，揉的比较密实的一个状态之后，我们拿过来，先不要直接上甲面，而是拿一张干净的纸巾，把笔毛根部的水分吸1-2下啊，再到甲面上去绘画。看一下啊，看没？非常细的线条，稍微再粗一点点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这个曲线是不是颜色很浓，而且上色非常均匀，又没有颗粒感啊？就这么去控制就可以啦。这样的话，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它有水珠淌的哪都是了啊。因为这种是适合什么？我们去绘画，单独就是纯画线条啊，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用。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我就想大面积的上色，我不想给它勾线条。我觉得你这样的递开始那个方法的话，就水分还是那啥。就比如说啊，我要在这个甲面上，首先我还是拿这个蓝色举例啊，我要在上面去整个甲面，假如说我就是做一个那种日式的美甲款式，珠光色就稍微点缀一下，我已经有底色了，可能底色是个渐变呀，或者其他的彩绘呀，上面我就想铺2下，并不想让横向的，我想纵向去铺，其实一回事儿啊。就纵向的话，我们来也是同样的取水量啊，1滴到2滴水，稍微揉一揉颜色。那如果一开始我们先在甲面上试一下，你觉得这种有流动性的这种珠光色有点多啊，水分稍微有点多，那还是根据我们画线条一样吸一下就行啊。再到这个上面来啊，或者说你用笔尖把这一笔颜色给它带出来啊，用笔尖轻轻的把它这样去带出来，然后越带到边缘的位置啊，轻轻这样去扫开，对吧？用笔尖这样去划楞勾一勾，走一走，对吧？这种效果。然后如果珠光和珠光之间去叠色的情况下，你就还是，取个是哪个颜色明显呢？这个吧，这个粉啊，你看这个时候里边有颜色啊，不行，洗一下笔，多一点点水，然后点进去之后稍微去揉几下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再到旁边水彩珠光的去叠色的时候，直接在这个上面直接叠加，它没有实色盘那么多讲究，没有晕染盘那么多讲究啊，就是珠光的操作起来是比较随性化的啊。你想让它颜色假如说再明显一点，让它这个颜色再明显一点，非常简单，你在这个颜色底下先铺一层同色系的，假如说就是蓝色和粉色搭配的话，蓝色底下你先用蓝色的水彩啊透一点，去铺个底儿，然后这侧用粉色的水彩也是透一点薄一点，先铺个底儿，干了之后直接上面上珠光色就可以了啊，就铺到这个量就可以了，这样的话它的颜色会比现在还要浓啊，就是还要更显色，颜色还要更重。但是我是觉得珠光色就这种状态的话也很好看的，就上面
搭配一点贴纸啦，配个钻啦啊，就配一个我这样的拼钻球，也是可以的。上面来一点小贴纸，是不是？边缘的位置我们可以用笔尖啊，水彩珠光水彩边缘一旦觉得有一点重的时候，直接把笔这样啊，我在侧面这么去操作啊，看到没？几乎是90度角了，但是还不是啊，就稍微比90度角稍微压下来一点点，这样把边缘的位置给它带开，这样的话边缘揉散就比较自然，有一种自然分散开的感觉，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边界线和痕迹啊，是吧？好，这节课就是到这里了啊，我们整个珠光色的一个取色方法。好了，下节课再见吧。